干什么？这不能卸啊！不能卸，这水有毒，不能卸。起开！事情发生突然，等我反应过来，才意识到这是在飞营。我和老婆无力阻止，为了不让这批有毒的水倒出人命，我把所有的水倒在地上，结果村民误食，中毒身亡。全村人都指认我是故意下毒，为此做了伪证，最终我被判处死刑。在我判刑期间，这居然还不放过我的妻子儿女，跑到我家里大闹一番，抢走了房子和剩余的钱，把妻子和女儿赶出了我家。我只能在牢里看着他们活活冻死在街头。妻女受辱，我这个当父亲的、当丈夫的，却不能给他们遮风挡雨。我恨呐！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重蹈覆辙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是重生到了车子被拦的时候。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你们这群人面兽心的家伙了。老婆，你没事太好了。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下来！开这么大一货车从我们村子过，要是把我们的路压坏了，我们出行可怎么办？你也不来表示表示？老公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的。表示你们这是拦路抢劫，我可不会任由你们宰割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可是他们还在前面挡着呢。没事儿，我就开车吓吓他们。翠花婶儿，他们不会真的要撞吧？也太愣头青了吧！这要不咱算了吧？刘长贵，这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把他引到这儿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前面有钉子，等他车扎漏气儿了，咱们再过去。现在跟他对峙啊，也没有办法。万一把咱撞出个好歹，那不得不偿失吗？是，等他一会儿过去了，咱们再上去呗。哎，对。这人就是欺软怕硬。咱们先走，后面报执法队吧。那就好，老公，我以为你真的要撞死他们呢。该死，他们竟然在路上撒钉子，真是丧心病狂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这是不是走不了了？放心，他们应该就对这儿劫个财，不用担心。哼，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脱身呐。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让开！过了我们村的路，想什么都不给就这么走了？你做梦！我跟我老婆好心载你过来，你还给我要赔偿，你有良心呐！你就算不载我过来，你还不是要走这条路？你既然走了我们村子的路，你就得给路赔偿。就是啊，现在你又撞了我们村的桥，赔偿必须再加10万。我们的车子为什么会失控？你们不清楚吗？哎，你难不成这两个狗东西知道了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我是第一次拦他们的车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你撞了我们村的桥，你还怪我们？你还有理了？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还讲不讲道理了？讲理？撞了我们村的桥，赔钱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你们信口雌黄！我们的车胎被你们的钉子扎爆了，车子为什么会失灵？这是意外！你怎么能怪我老公呢？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
我就是不讲道理了，怎么了啊？我还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地盘。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们村子路赔偿，就甭想从这儿走。哎，你们好了，别跟他们讲了，他们是不会听的。明明就不该我们赔钱。我们怎么了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赔钱。钱，我们肯定是一分都没有的。你要不这样，你先把我们放走，我们把这批货送过去，结了尾款，我再给你们赔偿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们上哪找赔偿去？这样吧，你没钱就把车上的货赔给我们。不行，这批货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不可能递给你们。先把我们放回去，我结了尾款回来给你们赔偿一样。切，翠花婶子，我看这俩货就是不想赔钱。既然你们不想赔钱，那我们就把你的货直接给扣了。哎呀，关键是他说这车上装的是水，不值钱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有牌子的水，那都是可值钱了，说不定他这车货那就是呢。车上的货真不值钱，你们千万别抢啊！嘿，你这小兔崽子，你越说不让我们抢，我们就越抢。卸货！好，不能卸，这水有毒，不能喝的。我们是要拉去销毁的，千万别喝呀！你个小贱人，你说有毒就有毒啊？你以为我好骗是吧？这些水真的有毒，我们是要拉去销毁的。这些水如果你们喝了的话，轻则会发烧拉肚子送去洗胃，如果重的话会死亡的，抢救都抢救不过来。这是送检报告。你个小贱人，你以为一张破纸就能糊弄老娘啊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你真以为我好骗是吧？哼！继续卸货。老公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如果他们真的把这些水喝了的话，我们也难逃干系。没事儿，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已经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录下来了。我们已经劝过了，他们非要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老公，那我们也得尽力劝一劝。我们尽力劝劝吧。上一世我也像老婆那么天真，可结果呢？我只能放下众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都闹哄哄的啊，闹什么呢？哎，一个二个的，干嘛要抢别人的东西啊？还要不要脸了？太好了，村长，您终于来了，您快管管他们吧。这位女士，请你放心啊，等我搞清楚情况，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太好了，老公，村长过来帮我们，他们应该不会喝这些水的。上一世就是这个道貌岸然的狗东西，把我唯一能证明自己凭证的行车记录仪给骗走了。结果作证的时候，竟然公然做伪证，证据销毁。这个村长口蜜腹剑，最该防的就是他。光是行车记录仪还不足以把我这件事摘住，得想办法自保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抢人东西啊？哎呀，村长，您说这什么话呀？我们没有抢，是这样啊。我坐他的顺风车，他把我送回来，结果呢，他车到了这儿，这翻了，这货洒了一地，我就叫上几个村民帮他收拾。这矿泉水啊，是他送给我们的报酬。是啊。哦，哎呀，小伙子，这就是你们两个不对了啊！大家伙呢，好心帮你们整理掉的货啊，这些矿泉水呢，作为报酬送给大家，这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啊。哎，村长，我们车里的货也没翻呢。哎，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你要能证明你的货没有翻的话，那我还是可以帮助你们的。哎，村长，你们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是他们非要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你个小兔崽子啊！明明是你车翻了，我们帮你收拾，试试你点报酬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车哪儿翻了？我们确实没证据。哎，没有证据。哎，我怎么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车上有个行车记录仪呀？庆瑶，快，行车记录仪，快过去！村长，行车记录仪还真有行车记录仪啊！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不是说没有行车记录仪吗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？你既然说没有行车记录仪，那就真没有了。
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两个狗东西看着怪老实，让我们随便搬，背地里使绊子，一肚子坏水儿。车上有行车记录仪都不说，光使背后手段。继续给我搬货，把他的车搬空。老郭，我不应该相信这个村长的鬼话。应该会有人给我们主持公道的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你还有后手。爸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位女士，赶快追认他们，这水有毒，真不能喝呀！别听他们的啊，这辆车呢出了事故，村民们帮了大忙，车主非常感谢大家，把这车上的矿泉水啊送给大家了，大家正忙着搬呢。哎，是啊，小丽呀，我呢这是帮这个车主呢收拾现场，这些矿泉水啊是他给咱们的报酬。这是村长的女儿，前世就是她用直播颠倒，引导网友网暴我，这一世我要利用她的直播自证清白。老郭，这人怎么看上去像是帮他们的？原来是这样，这种事相当有用，正好开直播给自己涨涨粉丝。爸，我能直播吗？村长啊，直播被别人发现毒疑，咱们可怎么办？有我在呢，放心啊。小丽啊，尽管播啊，好好的宣传宣传我们村家人们，你们快看，村民们救下了在我们村出事的司机，司机为了感谢村民们，把矿泉水全部都送给了他们，多么正能量的一幕呀！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他们抢了我们的矿泉水。哎，你别听他胡说啊！什么抢了矿泉水啊？哎，他们的车在我们村出了车祸，这些矿泉水啊洒了一地，乡亲们帮忙，就要瓶水喝。他们这俩人说我们乡下人不配喝城里的矿泉水，说到了也不给我们喝。你说这话气不气人呢？你说啊？什么？居然这么侮辱人！谁祖上没种过地呢？现在居然瞧不起乡下人了！家人们，给我们评评理啊！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明明就是他们抢了我们的矿泉水。老郭，你快解释一下。大家听我说，不是不让你们喝，这个矿泉水真的有毒，真的不能喝呀！哟嘿，在我们地盘还要招摇撞骗，信不信老子弄死你们？弄死你们！大家别急啊，这些水真的有毒，我老公没有骗你们。水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看就是你们不想赔钱，故意编造了瞎话。这水真的有毒，喝了会出人命的。为了不让我们喝，连有毒这种谎话都能憋得出来啊！啊，你以为真的那么好骗？老郭，这怎么办啊？他们发到网上网暴我们怎么办啊？那也没有办法，网暴就网暴吧。那我们只能尽力劝他们，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虽然他们很坏，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喝这些中毒的水。我们能劝一个是一个吧？对，我们只能尽力的去劝阻他们。毕竟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总不能把水从他们手里抢回来吧。这对夫妻真不知道好歹，村民好心救他们，结果连几箱水都不肯给，为了不给还说水里有毒，真是忘恩负义的东西。这水连一点颜色都没有，你要是说有毒谁信啊？这对夫妻真是坏到家了，姐妹们，给我冲了他们！爸，你快看，我们直播间火了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看来网友们呢还是明辨是非的呀啊！小丽啊，继续播，继续播，怎么样？我就说全靠我一张嘴就行。村长您真神呐！老公，现在全网都在攻击我们，那就让他们攻击吧，我们只能尽力去劝，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好吧？你们都别喝，这水真的有毒。你越这样说，我们就越喝。乡亲们，打开现场喝。他说有毒，我倒要看看这有毒在哪儿。真不能喝呀，水里有毒的。你们不是不让我喝吗？我偏偏喝给你们看。别喝啊！这水真的有毒，真的不能喝。真不能喝，这水真的有毒。越不让我们喝，我们就越喝。我都劝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怎么就不听呢？真好喝，真甜呐，是吧？嘿嘿，你别说，这城里的水喝着倍儿甜。某些人说这水里有毒，我们喝了怎么没事啊？我看呢，你们分明就是不想让我们喝水。我真没骗你们，这里面化学物质超标，你们觉得甜是因为里面的化学物质超标才觉得甜的。真不能喝。我看某些人就是觉得我们乡下人没有见识，故意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，想让我们不喝。就是啊，让我们喝到这大事了，就是没事啊。家人们，我看呀，有些人就是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乡下人，良心都被
狗吃了。哎呦！哎呀，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啊？哎呦妈，怎么这么疼啊？不会真有毒吧？哎呦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疼死我了呀！疼死我了！救救我呀！哎呦，这水不会真的有毒吧？我刚才也喝了一瓶，难道真的要中毒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快去叫救护车呀！早叫早救你们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肚子也疼了。哎呀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叫救护车呀！再不叫救护车就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你们不是中毒了吗？大傻子，我骗你的。我们就是看你是个大傻子，故意逗你玩儿，陪你演戏呢。你还以为我们真中毒了？哎呦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们呢？你们都喝水了，现在情况很危急，再不叫救护车，真的就来不及了。哟，你这个大傻子还信着呢？哎，你不是说我中毒了吗？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？又能蹦又能跳的，这像中毒的样子吗？中毒最开始的症状就是莫名的兴奋，现在越活动就距离毒发越近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打救护车电话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会出大事。你们不打我打。你拿来吧，你还想打电话呀？你个小废物啊，斗不过我们，你还摇人呢你！这下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摇人！你干什么呀？我们打电话不是为了叫人，是为了叫救护车呀！你们如果再不叫救护车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你叫什么救护车呀？啊，叫救护车多贵呀！来救护车人跑了，我找谁要钱去啊？就是谁要钱？二位，你们就算不想把矿泉水给村民们，也不至于这么恶意的报复村民吧？乡亲们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，你们叫辆救护车，乡亲们1年都等于白干了。对呀，还是小利明事理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叫一辆救护车，那得费多少钱呢？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走人，我们找谁啊？撞到我们村的人你不赔钱，又撞到我们的桥你还不赔钱，你还骗我们说这水里有毒，你现在又耍这种手段，像你们这种骗子呀，就该投到大狱里弄死。对，抓起来！对，抓起来判刑。我看你们夫妻2个也就别演戏了吧，你们欺骗村民就算了，还想用恶毒的手段来欺骗村民的钱，可全都被观众看见了。这些水真的有毒，我们没骗你们。老公怎么办啊？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。化学物质造成的中毒治疗相当困难，现在只是摄入量小，还显现不出来。现在消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他们的救命时间呀！可惜他们不听劝。快看，那有只老鼠死了！那有只老鼠死了！这怎么了？这我刚才把水倒地上，然后看到老鼠爬了过去，舔了一口就死了，都一动不带动的。啊？什么？这老鼠舔一口就死了？啊！立刻就不动？难道这水真的有毒？老鼠接触到水就死了，他说的水里有毒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我们没有骗你们，这水真的有毒。我以为你骗我们，这水真有毒啊！大家都喝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老鼠刚接触就死了，这吃了肯定也活不成啊！我刚喝了1整瓶，那我不死定了？都怪你们这2个小贱人！要不是你们拦着，我们怎么会为了证明这水没毒就喝这个呀？就是，要不是你们2个，我也不可能喝这个水。小丽，你可得让广大网友给我们作证啊！把这2个坏蛋都给抓起来！抓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，给我们赔钱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刚才和我老婆一直在劝你们不要喝这个水，这水有毒，你们非要不听，非要抢着喝，现在知道怕了。谁知道这水有毒啊？我还以为你们是在装空门呢。我告诉你们，他手机一直在这里录着，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，我们一点错没有。王翠花，要不是你，我能喝这水吗？现在我中毒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对，我听了你的话才喝的水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！我去你的！刚才你们抢东西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叫得欢，现在出事了就怪老娘了！我告诉你，要钱没有，要命要一条，反正我也中毒了啊！你今天要是不想出办法，我死了拉你电费！我好啊
你个刘长贵，你敢打我！别打了，住手！行了，行了。你们有打架的时间，还不如赶紧去医院做检查，早发现早治疗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这小伙子说的对啊，咱们赶紧去医院，医生会给咱们治好的啊！快叫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呀！算你们走运，发现了不对，就是能不能活下来，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难不成我们真的冤枉他了？啊！哎，等等，大家先别叫救护车。这个老鼠之所以接触到了水会死，是因为这瓶水里有其他的东西，根本不是因为水里有毒。大家可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那老鼠可是接触到水就死了，我们大家可都看到了呀。大家看这个瓶子。哎呀，小丽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们还等着去医院呢。这瓶水里配料表的成分里面含有氯化物，老鼠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老鼠不能接触氯化物，一旦接触，立刻就会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样呀。所以我猜这只老鼠死了，跟中毒根本就没有关系，而是因为这个氯化物发挥了作用。所以呀，他们两个就是在这里坑蒙拐骗，想要借此逃脱。我说呢，这老鼠接触，它立刻就死了，而我们喝了也没事。原来是你们这两个骗子在这坑蒙拐骗呢！家人们，快看看呀，这两个人为了不给村民们赔偿，居然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哄骗村民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居然在这里坑蒙拐骗。你不要乱讲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说老鼠接触了氯化物会死，可水里根本就没有氯化物，分明是老鼠体型小，毒性散发得快。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要在这里装神弄鬼了，村民可都看到了，我直播就是为了让广大网友来惩治你们这些可恶的恶人。对，小丽，你就用直播曝光这两个骗子，不能让这些恶人做了坏事没有代价。就是，今天他们要不赔钱，就别想走出我们村儿。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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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，这种事的热度涨粉丝涨得最快了，我都快要100万粉丝了，再多拍一会儿，说不定我今天就能100万粉呢。多拍点，再多拍点，这可都是我的证据，到时候全网都是视频，就不怕被诬陷了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村民们辛辛苦苦赚钱，就差点被这两个骗子骗完了积蓄。你们说，这种人该不该惩罚？该罚！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！我跟我老婆已经给他们讲了这水有毒，他们不信的，我们已经劝过很多次了。你这个人好狠的心啊！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的想要骗村民的钱，为了坑害乡亲们的钱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大骗子！对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抓起来判刑啊！赔钱！哎，既然这个不要脸的骗子他不愿意赔我们钱，那我们就逼他给钱，把他的面包车给我砸了！好，对，砸！等一下，车给我砸了！哎，等一下！哟呵，哼，你现在愿意赔钱了？你刚才不是傲气的很吗？一听说我们要砸你的车就急了，急了！对，哎，现在想赔钱可不是那个价了啊！你把我们村口的桥给撞了，还害我们担惊受怕。你不仅要把这些水赔给我们，还要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这桥都陪伴我们好长时间了。这样，你赔我们个50万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，我们原谅你了。面对了陪伴自己半辈子的大乔，村民们就只要赔50万，真是一群淳朴善良的村民啊！哎呀，先别管赔偿了，你们都已经中毒了，剧烈运动只会加速毒素的扩散，这一扩散到全身，你们就死定了。你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什么中毒加速死亡？你在这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就不怕我们砸你的车？就是，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的用中毒来骗我们，你觉得大家信你的鬼话吗？我呸！你编瞎话也不会编，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啊！乡亲们，别听他的鬼话，把他的车给我砸！砸！对，
害我们担惊受怕这么久，必须让你付出点代价。车给我砸了！你们别砸了，你们不要听他说，我老公说的没错，你们都中毒了，如果剧烈运动，你们真的会死的。我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了，村民反倒不领情，还要砸我车，真是人心不古。不过录的这些证据应该足够证明我和我的老婆无辜了。流血了！流血了！我真流血了！流血了！我真流鼻血了！血，真的流血了！啊！流血了！真的是血啊！真的是血啊！翠花婶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流鼻血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水有毒，你这就是初期中毒的情况。现在打救护车电话还来得及。对，现在打救护车还来得及。等一下，先别打，大家伙别被他们给蒙骗了。这天儿呀太冷了，风这么大，吹得鼻子干流鼻血，再正常不过，根本就不是中毒。这明明就是中毒的情况，我都说了好几次，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？对，我差点让你这个大傻子给我骗了。没骗你们，你们要相信我，你们真的是中毒了。我呸！你还想拿老鼠的事来说事儿啊？小丽她可是高材生，她告诉我们那水根本就没毒。那既然没毒，我们怎么可能中毒啊？就是嘛！我看你们呐，就是想趁机逃跑。哎呀，喂，是救护车电话吗？我们这儿有人中毒了，你们快来啊！医生同志，他们确实中毒了，我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呢。那个，我有亲戚在医院上班，你们看在他的份上，赶紧来一趟吧。不行，这医院的医生是他的亲戚，到时候他要是让我们多做检查，坑我们的钱怎么办？干什么啊？谁让你们打救护车电话的啊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救你们呢。救我们？哎呀，我算想明白了，原来你们跟医院是一伙的呀！我说怎么没事打救护车电话，原来是想合起伙来坑我们的钱呢！就是钱，就是想坑我们钱啊！大伙儿都听到没有啊？他跟医院是一伙的，医院的院长是这小子的亲戚啊！什么这水有毒啊？什么大伙中毒了啊？这是想合起伙来坑我们的钱！就是，你们别不信啊！你们明明就是中毒了，要是再不叫救护车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你是他老婆，你说的话我们会相信。就是，我是真想救他们呀，他们为什么不肯相信呢？反倒是倒打一耙，觉得我是要坑他们的钱，再晚点就真来不及了呀。请问具体位置在哪儿？我们马上派车。我们在迎春路路口，你们快来，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闭嘴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刚才跟你说话的呀，是我们村的一个大傻子。他刚才胡说的啊，我们村根本就没有人中毒。哎，你们不用来了，他骗你们的。看到没有，救护车不会来了啊！就你们这点小伎俩，还想骗我们？你们真是愚不可及，那水真的有毒啊！中毒？哎，我怎么没事啊？我都喝了半瓶，不也好好的吗？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这咋晕乎乎的？长贵哥，你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啊。没事，可能是站久了腿软了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肚子咋突然这么疼啊？你是不是早上吃坏肚子了？别在这装模作样了。没有，这回是真的，我肚子跟刀绞一样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疼死我了！这是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长贵哥，你别吓我呀！长贵，你没事吧？吐白沫了，真的吐白沫了！不可能，他肯定是装的。装的？你装一个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给我看看！
我刚开始就给你们讲这水有毒，你们怎么不听呢？现在好了吧？快叫救护车呀！我打电话。哎，别打电话，打电话就要掏钱，他肯定是吃坏肚子了。哎呦！救我！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啊！血，是黑血！哎呦，这水不会真的有毒吧？我从一开始就跟你们说这水有毒，你们不相信我呀！死人了！又死人了！我们也喝了水呀，我们会不会也这样？不可能！这根本不可能！我也喝了，不是好好的吗？没事啊！哎呀，我肚子疼！郑华生，你也开始疼了！真疼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中毒了！快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快打电话！喂，是120吗？我们这里有人中毒了，好多人都中毒了。地址，快说地址！在那个迎春村路口，快来人啊！快来呀！我也有点头晕。哎呦！我们都喝水了，我们都得死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说过，水有毒啊！你小子明知道水有毒，还让我们喝水！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这水有毒？我老婆有没有劝过你？我都说了，我宁愿把水倒掉，我都不让你们喝。可是你们不听我的呀！老公，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得先救他们呀。问题我就是个送货司机，我也不懂啊。这我也想救他们，我爱莫能助啊！杀了我吧，疼死我了！杀了我吧！小内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对不起你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既然知道有毒，你肯定知道怎么解。我就是 A 公司让我送货的司机，我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什么成分，我真救不了啊！我给你钱，我把我之前抢的钱我都给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我们错了，救救我们吧！你们为什么不听啊？我都劝阻你们那么多次了，你们要是早听我的，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局面呢？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都听你的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我是真想帮你们呀，问题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毒呀。你们不要慌，救护车马上就要来了啊！小伙子，是我糊涂啊！我不应该摔你的记录仪啊！我不应该做伪证啊！求求你，我给你作证，我把真相都说出来。我真不是因为这个不帮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啊！哎呀，小伙子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大家吧！我们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！小伙子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！可怜我们吧！我家的家人们。救救我！我是真的中毒了！我刚刚说的都是假的，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抢劫了。老公，虽然他们很坏，但不能不救他们呀。我也不是医生，我也救不了他们呀。但是我知道这种化学中毒，越早洗胃，存活率越高。洗胃？怎么洗胃啊？怎么洗啊？在救护车没来之前，赶紧找一些没有生物污染的干净水，多喝点就行了。我肚子疼。这也只是权宜之计，水能稀释毒素，延缓毒素发作，但毒已经进入血液，能不能撑到医院，就真不是我能管的了。老公，救护车怎么还没来啊？从城里到这儿至少20分钟呢。要救了！20分钟，毒素已经扩散了，活下来也会留下后遗症。明明听我的，早点叫救护车就好了。医生，快救人啊！中毒的人在哪儿？
哎，这都是啊！中了什么毒？矿泉水，有毒的矿泉水！哎呦！血压极低，心率异常，需要立刻送院洗胃。都谁喝了？喝了多少？我。医生，是这个黑公司研发失败的化学药剂，然后成分表在这里。这是工业用化学溶剂，这怎么能喝呢？哎呀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以为这是普通的矿泉水呀！哎呀，通知医院准备大量的解毒剂和血液透析设备，这毒会损伤肝肾和神经系统。哎呀，医生啊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吐了好多。大姐，吐了能减少吸收，你的血已经进入血液了。别说话了，节省体力啊！你早就知道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明明我们那么劝你们，可你们不听啊！你是故意的，你看着我们喝的，你恨我们。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总算送医院了，希望他们能活下来。活下来才是受罪，肝肾损伤、神经毒素后遗症，这辈子都要服药了。明明早点听我们的，早点叫救护车不就好了吗？刚才是谁报警说这里有人抢劫？是我和我的妻子路过这里，被这里的村民抢劫了。我身上数万的货物被抢走了。货物？什么货物？是我们公司委托我们运输并销毁的化学废料，有毒的。我们多次警告那些村民不能喝，但是他们不听，还并且强行抢走了。饮用化学肥料？人怎么样了？刚被救护车拉走了。这里是现场，那些矿泉水还在，他们抢劫的工具也还在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抢劫？行车记录仪被村长败坏了。哎，但是这个内存卡我已经拿下来了。这属于明显的拦路抢劫，故意损坏财物，还涉及危害公共安全，明知有毒还叫他人交出毒品。不止如此，我怀疑他们是团伙作案，长期在这里勒索过路的司机。我们会调查的，你们先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另外，这些有毒的矿泉水全部封存，作为证据。好。老郭，你什么时候拿的卡？他们去搬水的时候。既然我都重生了，当然要保护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。这内存卡也算是我提前做好的准备吧。那些村民会坐牢吗？抢劫、故意伤害、危害公共安全、作伪证，数罪并罚，我们要在牢里待几年？唉，何必呢？我们已经尽力劝他们了，但是没有办法。走吧。好。你们多次警告水有毒，他们不听。对，我和我的妻子多次告诉他们这个水有毒，而且我妻子还给他出示了检测报告，被他们给撕了。孙女士，你能描述一下检测报告内容吗？检测报告上写明，这批液体是某公司研发失败的化学溶剂，含有毒物质，如果被误食，会导致肝肾衰竭，甚至脑神经死亡。本来我们是要拉去专业机构销毁的。报告原件呢？被那个叫王翠花的撕毁了。不过我们公司应该还有原件，你可以联系公司。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，那些村民现在正在抢救，等他们脱离危险，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询问。他们可能串供，或者是我故意下毒。放心，我们会结合现场的录音以及医院的毒物检测报告来综合判断。如果情况属实，你们属于正当防卫，不承担法律责任。谢谢执法同志。老公，咱们车还扣着呢，怎么回家啊？我叫了拖车，先把车送进修理厂，咱们打车回去。妈给女儿等着急了。
哎，对了，妈之前还打电话来着，咱们得赶紧报个平安。喂，妈，我跟瑶瑶没事，就车出了点小故障。行，回去给你们带好吃的。今天跟做梦似的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死啊？应该不至于，但是肯定会遭罪的。咱们别管他们，先回家吧。我老公怎么样了？他会不会死啊？医生正在抢救，具体情况要等通知。是哪个天杀的？给我老公喝毒水的！我要告他，我要让他偿命！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你的丈夫和其他村民拦路抢劫，并且强行饮用了有毒液体，对方多次警告，是你们的人不听。抢劫？不可能！我老公是个老实人。现场有录音证据，还有他们的作案工具。等他们脱离危险，我们会进一步调查。刘长贵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肝肾受损严重，可能需要长期透析，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可能会有后遗症。其他病人的情况都类似，最轻的也需要住院观察1个月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治疗费用会很高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哪来的钱透析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由于这是抢劫案，对方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，你们有可能需要补偿医药费。被害人？谁是被害人？被你们抢劫的那对夫妻是被害人。他们害我们家人中毒，还让我们赔偿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呀？是你们抢劫祸不在先，饮用有毒物质在后，法律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。这……王翠花肝肾损伤3级，需要连续透析。刘长贵更严重，4级损伤，伴有神经毒性，可能需要终身治疗。啊，医生，我还能好吗？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这种工业溶剂毒性很强，已经对内脏造成了永久性损伤。我的肺在烧，毒素影响了呼吸系统，少说话，多休息。王建国、王翠花、刘长贵，关于抢劫案，现正式通知你们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。等病情稳定后，将移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。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中毒了。现场录像显示，你们强行抢劫有毒物品，张伟夫妇多次警告，有视频为证，证据链完整。是张伟故意害我们的。他有没有警告过？说过。他妻子有没有出示检测报告？有，可是我死了。所以是你们不听劝阻，强行抢劫并饮用。张伟夫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你们还需要赔偿他们的车辆及货物损失。我王翠花的命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！王翠花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拦车，你胡说八道，都怪你！急性肝衰竭，肾功能也在恶化，准备做血液透析，通知病人家属病危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病人中毒时间较长，毒素已经渗入了血液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，但要有心理准备。村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天治疗费要好几千，我们家哪有钱出呀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！听到没？小丽好像不行了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啊！哎呦！经查，你们长期在迎春路设卡勒索，已构成同伙犯罪。这是你们的初步调查结果，签字吧。签了字，我会怎样？移送法院审判，预计刑期10年以上。
民事赔偿部分，被害人已正式提起诉讼。10年，我还有什么？被告人王翠花、刘长贵、王建国等12人犯抢劫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15年，民事赔偿部分赔偿，赔偿被害人张伟、苏清瑶车辆损坏、货物损坏及精神损失费，共计28万元。我哪还有10年啊？28万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！哎呦！患者抢力，抢救无效。小丽啊，我的女儿！老公，总算结束了。可惜他们没有听我们的劝告，不然也不会酿成现在的苦果。可小丽她……你也不用自责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重生一次，会勇敢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保护住了自己，也保护住了家人。